2022年底，我们国家的农业科研团队在湖南浏阳地区考察时有了重大发现，一片面积达2600平方米的野生大豆群，在这个地方茁壮生长。同年的8月，江苏泗洪地区也发现了将近600平米的野生大豆群。不仅如此，河北衡水也被证实存在200平方米左右的野生大豆群。这些消息一出，可把我国生物学家乐坏了。不就是大豆吗？农田里经常能见到，多了野生2个字，怎么就高贵起来了呢？这种野生大豆与田地里所种植的普通大豆有很大的不同。农科院的相关负责人牛文奎介绍到，野生大豆是我们国家的珍稀品种，已经被纳入了中国稀有濒危植物红皮书，并且很早之前就被列入了我国第一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不仅如此，它还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植物。野生大豆与胡杨同属一级，其价值堪比天山雪莲，是名副其实的金豆子。大豆是我们国家主要的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从2015年开始，我国的大豆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到2020年，中国的大豆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950万亩左右。随着大豆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我国的大豆年产量也在不断增加。从2015年的年产1237万吨到2020年的近1960万吨。尽管如此，每年我们国家还是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大豆。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20年我们国家的大豆进口总量约为1亿吨，打破了大豆进口总量的记录，与上一年相比，进口增长了1182万吨。我们国家的大豆消费量约占全球产量1/3。其实我们国家是大豆原产国，曾经也能做到自给自足和出口，但是由于技术限制和被其他国家卡脖子，我国的大豆种植和产量都不容乐观，只能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野生大豆究竟有多珍贵？全球的大豆产量较高的国家主要有美国、阿根廷、加拿大等这几个国家，其中美国是主要向我国出口大豆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国家的大豆种植和生产受到了美国的限制。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袁缓博士回忆，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为表示友好和促进国家之间的交流，曾和美国进行了一次大豆种子的交换。中国赠予美国的正是一颗来自我国本土的野生大豆种子，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颗野生大豆种子竟然成为了美国拿捏中国大豆种植业的开始。这颗野生大豆种子被一家名叫孟山都的美国农业公司获得，为了挖掘中国大豆的基因功能，他们的技术人员对这颗来自中国的大豆进行了一系列的生物学研究，最终他们研究并种植出了一种转基因大豆。这个品种的大豆不仅产量和出油率都要更高，而且耐寒抗病，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低。在这之后，孟山都农业公司向100多个国家申请了相关的专利，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大豆原产地的中国。如果美国申请的专利获得了批准，就意味着中国种植自己本土的野生大豆是在侵犯孟山都公司的专利成果，对方不仅有权要求禁止中国种植，还可以向中国收取巨额的罚款。不幸中的万幸是，美国的专利申请并没有获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大豆种源含糊不清，中国的大豆种植险些就被美国坑惨了。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些明白，为什么我们最新发现的野生大豆如此重要了。野生大豆和作为粮食和油料作物的普通大豆是近缘种，所以野生大豆成为了研发新型大豆品种的重要种质资源。大豆竟然上了中国稀有濒危植物红皮书。其实珍惜的是野生大豆，因为野生大豆是中国大豆品种的原始形态，带有一些种植大豆没有的遗传信息。野生大豆生长在野外，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它们可能具有耐逆性、抗病虫害能力以及其他重要的农益性状，可以为中国大豆育种提供重要的基因资源，能为中国的大豆育种和种质改良提供新的基因资源和遗传背景。如果普通大豆能够与野生大豆进行杂交、选择和育种，可以培育出更适应当地环境、产量更高、抗逆性更强、品质更优的新品种，提高中国本土大豆的产量和质量。
不仅如此，对野生大豆进行研究，可以更好、更深入地了解大豆的起源、进化历程以及与其他大豆品种的遗传关系，为中国大豆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虽然现在野生大豆的产量还不算高，但是呢，作为优质种源，我们有望能够培育出更高产、更抗旱抗寒、更耐病、营养价值和出油率都更高的大豆品种。这也意味着我们将有望摆脱美国对我国大豆进口的限制和改变被卡脖子的现状。如果成功利用野生大豆进行育种，并培育出适应中国不同地区环境和气候条件的高产优质大豆品种，将大大减少中国对进口大豆的依赖程度。这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大豆生产的自给率和安全性，降低其他国家对我国大豆进口价格的控制，进一步降低中国农业的进口成本，并减轻因国际市场波动而带来的风险。不再完全依赖进口大豆，有助于稳定中国的农产品供应和价格。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